續上一集佛光山一日遊的行程，本集會注重在素食美食餐廳的介紹。原本是打算一次講完，但發現時長有點長，所以就另外做一集。那首先介紹就是佛陀紀念館最具有討論度的餐廳百味軒。餐廳位於禮敬大廳的2樓，需走上一段階梯。如果是行動不方便的長輩，旁邊有電梯可以使用。牆上都還有星雲大師菜根譚的標語。不過說到菜根譚，我第一個想到是蔡志忠這位作者。身為一個資深看漫畫的大叔，從小看着各式各樣的漫畫長大，自然也看過這本漫畫。原本以為兩者是有互通關係，後來才發現是有所不同的。甚至就連菜根譚這用詞，早在明朝時就有作者使用，真的是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嚇一跳。一走上2樓，就能看到百味軒這大大的招牌。而剛好正值用餐時間，可以看到裡面是滿滿的人潮。而百味軒的消費方式也比較不一樣，採取先結賬再進場，7歲以上通通150元，而4到6歲的小孩100元。目前僅供應午餐時段而已。由於佛光山很受國外客喜愛，所以介紹也走向國際化了。順帶講一下，取餐時要戴口罩，沒戴的話會有很多工作人員提醒你。結完賬時，進門就會有服務人員遞餐具給你使用。碗主要是用來盛湯的，如果要裝飯麵也是可以，只是不會再多給你另一個碗裝湯。餐廳位置是先到先坐的方式，沒有服務人員帶位。雖然用餐人潮真的很多，但看到有空位，稍微問一下應該都是有位置。而人數真的太多的時候，還會開放第2用餐區，所以整體可以同時容納上100位的用餐人潮。不過也正因如此，才能滿足佛光山這龐大的觀光人潮。那既然是自助式的，這個回收碗盤也是順手的事而已。在樓下看到景觀自助吧，百味軒這個標示語，原本還以為單純是語助詞，但如果有機會能坐在窗邊，還真的有不錯的景觀可看。那隨着星雲大師的菜根譚，就讓我們誠心誠意的感謝準備每一道餐點的人事物吧。雖然說是只有150元的素食自助吧，但在菜色的準備上是遠遠超過這個價格。主食方面有紫米飯跟炒麵，搭配的副食甚至還有準備咖喱來佐料。順便講一下，這咖喱的口味是有點偏辣，與一般市面常吃到的口味有點不同。除了海帶跟麻婆豆腐料理以外，還有素肉燥可以配飯。炒青菜的部分，我有參考其他影片，或多或少會做更換。應該說是幾樣菜色是基本盤以外，其他的菜色還是會以時令為主，算是每次來都有可能吃到不同的口味。餐廳內總共會有2處的取餐區，基本菜色都一樣，會有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湯品的部分，這邊也會有專門的服務人員來盛湯，一方面為了安全，一方面也加快了取餐的速度。比較出乎意料的餐點就是這道地瓜薯條，熱門到要來補拍才能看到這道餐點。這邊個人強烈建議，最好是能以主食2配菜的方式，這樣味道比較不會完全混合在一起。尤其是剛剛有提過，碗主要是來盛湯用的，所以主食會在盤內佔一個位置，像一個盤子裝滿2樣主食，跟其他好幾樣配菜，加上這個咖喱的味道，是不能好好品嘗出味道來。這邊第一盤開胃菜就是以炒麵、海帶跟咖喱來當前食，不得不說，我覺得這個炒麵真的是有下過功夫。雖然是素炒麵，但是味道真的與市面炒麵相差無幾。以前小時候，像遇到初一十五，有時候會陪父母吃素，那種純素味道吃起來有點比較不能適應。但這百味軒的素炒麵吃起來甚至比一般炒麵還好吃，味道雖然有點偏重，但是很符合一般大眾的口味。加上咖喱的微腥口感，我真的連吃2盤炒麵還停不下來。要不是後續還有其他菜色要拍，要不然真的光靠炒麵就可以吃到飽了。雖然看起來平平無奇，但滋味十足，我個人非常的推薦。湯的部分也還不錯，這道是金針菇海菜湯，不過湯品好像是隨機出餐的，我們當天還有喝到另一樣，但沒特別注意到菜色名稱。第2盤菜色就是另一道主食紫米飯跟其他配菜。至於素菜脯跟素肉燥，我個人比較少吃，所以這邊就沒特別取餐了。
湯品的部分就是單純的蔬菜湯而已。那剛剛有另外拍到的地瓜薯條，我是當飯後點心吃，就沒有擺在盤內了。剛剛好像忘了提到，百味軒的飲料主要是熱茶跟開水，有時會有當日特制的無糖飲品或冰飲。這邊也是只能看個人機緣了。比較起前一盤的炒麵跟咖喱，這紫米飯跟豆腐的口感就較為一般了，但味道還是很夠的，也很適合不常吃素的民眾。將素食5星料理的手法發揮到淋漓盡致。一般的5星是指蔥、蒜、酒、蟹、興渠，為台灣一般常見的素食料理手法之一。如果再將素食種類細分，還有所謂的蛋素或海鮮素，甚至還有鍋邊素這種分類。那如果是宗教形式的素食料理，那限制就比較多樣，像是剛剛提到的5星都不能加入料理當中。煮的方式通常都是清蒸或清燙為主，味道較為清淡，一般民眾可能會不太習慣這種口味。近年來有很多素食餐廳開始融入大眾口味，走向多樣化的料理方式。不過有些素食料理做得比葷食料理更油膩，感覺是不是有點本末倒置了？這邊來說說這間百味軒的感想，可以，還真的是不錯，能以這種價格吃到好幾樣的菜色，而且還是吃到飽的模式，真的是很滿足。這年頭有些素食菜色賣得比葷菜還貴，佛光山這邊的餐廳還真的是佛心來的，幾乎每間餐廳的價格都很便宜。如果有來佛光山逛的民眾，也請務必保留肚子的空間來品嘗美食。吃飽後就是自助收碗盤到回收區，等一下就是要先來逛佛陀紀念館，讓肚子好好消化一下，才能繼續美食之行。不過礙於行程的緊湊，逛完應該也是只能再吃一間而已。那等一下就看逛到哪邊就吃到哪邊吧。逛完本館一圈後，已經是下午3、4點了，肚子也空得差不多，該是吃下午茶的時候了。那就是到這號稱主食只要50元的主題餐廳，位於本館北側，需要走到外圍才能看到的雙閣樓。這塊區域也是有別於本館的風貌，打造出有一種清風吹拂老樹，池畔長滿荷花的氛圍感。原本是以人文空間傳揚着中華茶道文化為主，想不到後來口耳相傳後，演變成有隱藏美食的存在。走在這池畔旁，雖然不到蓮花盛開的季節，但隨陽光灑在閣樓金黃色的外表上，若能在此處品茗，倒也是別有一番風味。只是此行是來填飽肚子，多了幾分俗氣，真的是罪過罪過。由於雙閣樓離禮敬大廳跟本館有一段距離，所以這邊是比較偏冷門的餐廳，相對的看起來也沒有什麼人潮。剛走過來時，我還以為今天公休。相對於百味軒只開放中午時段，這雙閣樓開放時間是早上11點到下午5點，用餐時間比較彈性，所以還能吃個下午茶。一旁的桌上還有擺上各式各樣的小菜，如果是吃下午茶而來，也有水果的組合搭配，就是連冰淇淋甜點也是可以點得到。不過這冰淇淋就少了份佛光山當地的特色感，感覺就是單純填補菜單上的不足而已吧。雖然說是主打主餐只要50元，但那是只出灶飯而已。不過其他餐點也算便宜。飲料冰品的價格就有點高，偏向是觀光景點的售價了，也給各位觀眾來做個點餐參考。2樓的部分，礙於時間緣故就沒有上去逛逛了，只能等到下次有來再做介紹了。餐點的部分，我個人點了網上幾乎一致好評的紅燒麵，家人們是點了腰善湯跟冰品飲料。說到這碗紅燒麵，我自己算是特別空出肚子來吃的，在剛剛的百味軒還有留下3分肚子的空間，就是要來裝這碗紅燒麵的。這樣一碗80元的紅燒麵，還有刀削跟細麵的選擇，我個人是覺得還算不錯，算是會飽的主餐。這紅燒麵湯頭是以大量番茄加上藥材經過數小時熬煮，口味的濃厚程度也的確對得起紅燒麵這菜名，而不是像一般的蔬菜湯麵，吃起來味道較為清淡。桌上小菜的部分就是真的吃不下了，所以也就沒拿。這邊再請各位觀眾自行體驗吧。這番茄紅燒麵的味道是真的蠻不錯的，我個人會推薦用刀削麵的麵條，吃起來很有口感。如果是錯過百味軒的自助吧時間，這邊也是個好選擇。但不知道是不是西曬的關係，餐廳內冷氣較弱，一邊吃麵
一邊噴汗，沒有像是吃下午茶的悠閒感。不過也是啦，別人吃冰，我吃麵，還在那邊喊熱哀哀叫。這樣吃着吃着，也能悟出個禪意，會有一種中了芭蕉又怨芭蕉的糾結感。話雖如此，這紅燒麵還是很值得推薦。就算是滿頭大汗，也要特別來吃看看。如果各位觀眾也有吃過這紅燒麵，也歡迎在留言區留下您的用餐感受。那吃完紅燒麵，就趕快來碗清涼的愛玉解解熱。這邊的愛玉是純手工製造，味道雖然偏酸，但非常適合當飯後點心。我發現這邊好像反而是純手工製造，售價還比較便宜，而像冰品這類反而偏貴，也有可能是有進貨價的成本壓力，所以價格也隨之調整。總之，這次佛光山美食之行，我個人是很滿意，但不滿足。畢竟還有好幾間素食餐廳還沒踏進去，就要打道回府。像是樟樹林滴水坊與本館下方的佛光一滴，甚至大門口一走進來的燒起司茄醬飯都還沒品嘗到，只能說真的是多少帶點遺憾離開佛光山，也只能下次有空再過來，慢慢湊齊這美食地圖上的店家。好了，本集影片也要告一段落。如果喜歡我的影片，請支持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。期待下個影片與您再相見。